唐中晚期，宦官拥立宣宗上位。为安抚宦官，宣宗令其掌禁军，护卫宫禁。与此同时，宣宗特设三法司，着安郡王萧锦瑜统管天下刑狱事务。三法司办案极重仵作之用，每年于京中设仵作临考，诸事不限，有才者居之。故每逢考季，各地仵作纷纷前来应考。来，你拿好啊！慢走慢走啊！再来啊！这什么？终于到长安了，我一定能考上仵作的。玉面判官，你就等着我吧。站住！过锁。过去吧。老人家，你怎么了？没事吧？实在对不住，要不我带你去看郎中吧。老头子不敢耽误您发财，不用麻烦了，我就一把老骨头。这商楚好奇怪啊！只是这一碰，可能就几个月下不了田。为何红而不胀？实在是没闲钱去看郎中，要是方便，还望您能给几个医药钱。好吧。哎，等等！谢谢啊，谢谢。谢谢。哎呦！你骗人，这伤是假的。你这伤就是用来唬人的，摸上去虽然微微发热，但是一点都没有肿胀发硬的感觉。而且你们看，这伤处色泽单调，边界又格外清晰，一看就是用烧制榉木树皮的法子伪造的。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老人家，他的眼睛眼白是白的。眼白不是白的，还是黑的呀？当然不是黑的，是黄的。人年纪大了，眼白是会发黄的。年纪越大呢，颜色就会越浑浊。人老珠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可是你们看他，眼白一点都没有泛黄的迹象。人是可以伪造体貌，甚至声音，可是这眼白的颜色绝对做不了假的。你看他那眼白。去你的吧！骗子！大理寺，把人带回去。好了，都散了，别妨碍城门通行啊！走。什么人都有。先给他小心点。楚楚。是，你是大理寺的官？大理寺少卿景逸。见过景大人。起来说话。哦，这可不是平常人的东西。说吧，在长安干什么？我不是商人，我只是搭了商队的车，我是仵作，这些是我验尸的工具。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吴家，你是不是眼瞎？让你看看谁眼瞎！我说你，奴婢拜见安郡王，奴婢瞎了眼，不知安郡王在此。大唐律，闹市跑马，杖责50。吴将是。安郡王，奴婢是奉了秦公公之令，出宫抽检神策军账目，他老人家还等着奴婢回。
你怎么这么啰嗦？我来，接手用的，接手用的，要的就是这味儿。接手用。执法严明，不畏权贵，黑白两道，莫敢不从。你方才说来长安当仵作，可是准备参加仵作合级考试吗？是，等我考过了，就能当正式的仵作了。你们长安的仵作考试真的是诸事不限，什么人都能参加吗？能。你拿着这个东西去考试，不会有人拦你的。真的？谢谢景大人。哎，大哥啊，昨天不是考过了吗？怎么今天还考啊？走后门进来的事，连这都不知道。先前是合级考，眼下是安郡王的遴选考。只要是能考上，我人就能进三法司给小金鱼做事。小金鱼，这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啊？啥小金鱼，连安郡王都不知道。我是三法司，大小官员都害怕的人。小金鱼，安郡王？什么小金鱼？这话你不能乱说。啊！本官念出名字的考生，随我进来。黔州处士楚楚。我是楚楚。端平拿稳，小心脚下啊！都利落点儿。景阁老，今日怎么没有见景少卿啊？安郡王点犬子一同监考去了。圣上下旨限期查破秘书郎的案子，算下来，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安郡王竟还有心思考什么仵作，真沉得住气呀！哼，年少狂妄！哎，韩尚说，慎言呐。安郡王也算是你的上官，不可不敬啊。上什么官呀？这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自大唐开国以来，就是三司各尽其职，共掌着刑狱之事。可如今圣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专门为他设了个三法司，凌驾于我们三司之上。哎呀，我们三司的官员还要听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差遣，黄口小儿不知轻重。我是楚楚。你姓什么呀？我就姓楚，姓楚名楚，楚楚动人的楚楚，好听还好记。应考仵作楚楚。本场验尸考试有2道考题，诸项检验正确者为合格，能额外提供破案线索者为优秀。最终答卷以本官所做的记录为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那你就开始吧。等等，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验尸工具。这个是阴阳杵，以硬木为杆，削为一端粗一端细的锥形，两端各裹以棉布，细端是鼻腔，粗端探口烟。阴阳杵。这人既被火烧过，还被水泡过，手臂脖颈隐约有红褐色树枝状纹路，右手指骨有灰白色的骨珍珠，死者皮肉上的黄色脂膏不全是凝固的尸油，这是胡麻油的气味。死者男，年30有余，身高约5尺，尸体肉色焦黑，肢体蜷曲，死于大概半月前。死因呢？他的口鼻里应该就有答案。果然，
死者口鼻中有烟灰，证明他是被活活烧死的。真是个好工具。此案性质如何？性质？他是自杀而亡，还是被他人所杀？他没有自杀，也没有人杀他，应该可以说是意外死亡。意外？死者颅骨骨折，脑缝开裂，身上虽然被烧得厉害，但是脖颈经过擦拭之后，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树枝的斑纹，这是被雷劈过的迹象啊。再加上死者身上有灼伤过后被水浸泡过的痕迹，所以他应该是在下雨前打雷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半月前是盛夏，正是雷雨最多的季节。被雷击中，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他应该是这么死的。死者应该是手里提着灯笼，走在雨中。哦，对了，他应该还背着胡麻油。然后，在雷击中树木的时候，他的右手恰好撑在了树干上。哎，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好好说话。我就是模仿一下死者的死亡过程。有点意思。死者不幸被雷劈中，瞬间晕倒在地。刚巧他手中又有火种和易燃的胡麻油，火种引燃了胡麻油，就在他昏迷的时候，活活把他给烧死了。这个人虽然已经烧得很厉害了，但还是摸得出他的肋骨、手臂、小腿都曾经骨折过，而且不止骨折过1、2次，还都是伤在豁出性命跟人打架时候的易伤部位。如果烧得没有那么厉害，应该还能看到他身上的伤疤。就算脾气再差的人，也不可能3天2头跟人不要命的打架吧？除非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你还知道什么？我就只知道这些了。大人，我能验下一个了吗？细查。哎呀，景阁老，您有所不知，如今这安郡王拿去作为考题的2具尸体，皆是京中未结之命案，其中有一宗就是这秘书郎严明的案子。严明？死者男，年40有余，肉色黄紫，口鼻、胸前、两肋也有腐变，应是死于半月前。他心口那处锐器贯穿上是他唯一的伤处，也是致命的伤处。锐器的形状应该是尖头，脉杆粗细，起码有3尺长。这尖头、脉杆粗细、3尺长的凶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我不知道。你都能猜出这东西的样子，还推断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吗？这可不是我猜出来的，是我验出来的。我学过的呀。仵作之责，乃详实记录其所见、所嗅、所闻、所触。见之、嗅之、闻之、触之为知之，否则为不知。推演决断，非仵作分内之事，非有十足把握，不可妄言。他怎么会知道？什么？我是说，验出什么就说什么，我只能说我验出的。其他的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瞎说。我还知道一个，我知道他是被人杀死的，而且他知道凶手是谁。废话，怎么着？你还要把他叫起来问问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认识凶手，凶手也认识他。行了行了，到偏厅考验伤去吧。谢谢大人。哟呵，还懂得仵作规矩，知道蒸醋驱味。王爷，
这就是景少卿关照的那名女仵作。正是，王爷明察。若不是景少卿的意思，小人们岂敢放一个女子进来验尸？您官职不够进不去，就在这候着吧。陛下，薛翰林到。臣薛汝成叩见陛下。今日朝中文武对安郡王微词不少啊，你这个当先生的就不为他分辨几句吗？陛下，安郡王得陛下厚爱，为以统管三法司之重任，陛下自有圣断，臣无需分辨。朕将三法司交给他，就是看中他骨子里有他父亲萧衡当年那股子清正之气，但为官办案是两码事。秦鸾，奴婢在。朕记得当年萧衡察举西南逆党时，是你带人前去策应的吧？是，陛下真是好记性啊！陛下圣谕，剑南节度使陈英伙同驸马萧衡，起兵谋反，就地诛灭。陈英，驸马，快走！我进来到官兵的清脉，就全交给你了。可惜老奴无能，愧对了文宗皇帝的重托，未能将驸马活着带回来，老奴有罪。奴婢遇险失仪，望陛下责罚。刚才就看你一瘸一拐的，莫不是刚挨过板子？谁打的你？陛下容禀，奴婢今日奉命出城，不慎冲撞了安郡王的车驾，这才遭安郡王的责罚，挨了顿板子。你们两个起来。薛清，你可要教给他什么叫做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教不严，师之惰，是臣失职，请陛下责罚。还有孙明德，要打要罚，自有内侍省管着。他萧锦瑜今日敢先打后奏，明日是不是就敢先斩后奏了？陛下息怒，安郡王只是年轻气盛，一时失了分寸。安郡王年轻气盛，你就该好好敲打敲打他。堂堂朝廷命官的遗体，竟然拿去做考题，若届时交不出什么说法来，群臣参他，到那个时候，朕连你一起罚。是。王爷，这景逸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严明的案子交给他半个月了，什么都没查出来，您这一出手就有新线索了。这案子是有些难为他了。王爷，这个女仵作是您看中的？不，是景逸希望我看中的。景少卿，下一位考生已经在外面候着了。考题怎么样了？来了吗？没有，说是肚子闹得厉害，还在茅厕里蹲着呢。这闹肚子可大可小，找人去看看。让下一位考生等会儿吧。是。哎，你且老实在此候着，不得乱跑，不得喧哗，不得东张西望。待会儿考题来了就开考。是。王爷，王爷，里面考试的可是位女子？是王爷，进去有一阵子了。他额头带伤，是我的考题吧？哎，你就是那个活尸体吧？哎
呦，你怎么才来啊？我都等你好半天了。啊！哎，大人，我的考题来了，我可以考试了吗？放肆！能。景少卿，景大人，考生和考题都来了。考题？行吧，既然这考生和考题都来了，那就开始吧。伤者男，身长6尺，额上有伤一处。你蹲下。你蹲下来，我才能看清楚啊。让你蹲下就蹲下，既然选择了来当考题，就得配合到底。这是硬物撞击造成的，伤处还没有上过药，应该是昨晚的事。伤处除血瘀外，还有均匀轻微的擦伤，应该是被一个扁平形状、打磨不太精细的硬木质器物撞击造成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左手手背有一道手掌宽的淤伤，是重物挤压造成的。应该是人踩的，还是被男人踩的？掌根处的伤是手掌撑在平滑的硬物上造成的。这几处伤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乞丐，好了，你可以把衣服脱了。继续。不必了，你先前验的都对，推测的也对，我尾椎骨处确实有处淤伤，不过你不必看了，验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不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检验单上一半还不够填呢。要是验成这样，我肯定考不好。你是考题，验不验你说了不算。你要是不乐意脱，我就帮你脱。他想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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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何时说过我是考题？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我说过吗？没有。你明明就说了呀。我只说你能够开始考试了。廷义。下官在，王爷有什么吩咐？下官失礼，请王爷恕罪。王爷，你就是那个安郡王小金鱼？放肆！不得胡言乱语，还不向安郡王行礼谢罪？你的官比刺史大人还要大吗？你这是干什么？我以前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但我见过刺史大人。那年前州刺史大人上我们镇上的时候，我们县令老爷专门教过我们的，只要见到刺史大人就得下跪磕头。给刺史大人磕是磕一个，您的官比刺史大人还要大，我就多磕了几个，多磕几个够不够啊？师傅，您真是英明睿智啊！皇上一向赞赏萧锦瑜的铁面无私，您是怎么料定了今天他能向着我说话？哼，韩季身为吏部尚书，平日里不得不听萧锦瑜调遣，心里怎能舒坦得了？知道他用朝廷官员的尸体来考仵作，必然参上他一本。他萧锦瑜平时里得罪的人，必然也乐得出来帮腔，莫说是思过，今天就是将这50板子发挥到他萧锦瑜身上，也是不无可能的。都说这萧锦瑜是足智多谋，
依我看呐，还是师傅您技高一筹。哼，别说是一个萧锦瑜啊，那就是他爹萧恒在世。哼，哎呦，我这张嘴，师傅息怒。圣上今日提起了这事。萧恒跑了，给我追！这萧恒要是没死，那死的可就是咱们了。是，多动点脑子，少动点嘴，不然你小命不保。是。见过秦公公。哦，周将军，借一步说话。你寻个由头，亲自到三法寺去探探。是。王爷，前面的考试都已结束了。你仔细看看，这上面是否填写有误？都是我自己填的，没错。你是黔州关岭县平乐镇人。出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中世代忠良。是。一派胡言！你分明出自仵作世家，家中祖父尚在。你父亲没有兄弟，但你有一位兄长，你兄长还有一条狗。你怎么连我哥有狗都知道啊？你身上的衣服偏大，还是半新的，用针线修改过，却没有裁剪，说明你是借来穿的。衣摆袖口有新旧相叠的狗爪抓痕，以你的年龄推算，不该是你父亲的，那最有可能便是你兄长的。这都能被看出来？衣服上有皂角苍竹的味道，既然有用皂角苍竹洗衣的习惯，说明这件衣服的原主人也是名仵作。这安郡王好厉害！仵作向来是家传的行当，以你刚才验尸考试时的表现来看，你对仵作行里一些偏门手艺颇为精通。这些偏门手艺与大唐律有所冲犯，必不是近年来所创。你能掌握这些手艺，说明你的祖上至少在太宗朝之前就是仵作了。全都说对了。面如冠玉，明察秋毫，掌管刑狱。你就是玉面判官？玉面判官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呀。六扇门的老大。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九大神捕俯首听命，天下案件尽在掌握的六扇门老大。江湖人称玉面判官，身边还跟着一位武艺精湛的神捕追魂刀。我不曾听说过这号人物，也没有什么江湖名号，你认错人了。可是，你简直跟玉面判官一样厉害。闲话少说，既然我说的都对，那你便是承认自己在这应考单上撒了谎，虚报了出身。我都是如实写的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仵作，都在衙门当差，这不就是官宦世家吗？而且我家人都识字，我家里还有好多书，书香门第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还有我家都是好人，从没有干过坏事，这不算是世代忠良吗？姑且算是吧。你方才验尸时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再解释一二。你方才检验那位被锐器刺死的死者时说，凶手认识死者，死者也认识凶手，你可是想说这凶手与死者是相熟之人？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如何知道？我怕我说不清楚，我能比划比划吗？可以。
以死者的伤口推断，死者被害时应该是正面对着凶手的，就像这样。你想干什么？我就是比划比划。武将，手下唐突，我替他向你赔不是。不要紧，不要紧的。我也唐突。就算死者是这么遇害的，这跟与凶手认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啊？死者如果不认识凶手，那死者被害时的反应应该跟他是一样的，只要有一点挣扎躲闪，伤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整齐。这笔也就7寸长，可那凶器起码有3尺长，他能做反应的时间比刚才多多了。就算凶手再厉害，这样正面遇刺，他也来得及抓一下凶器。可那么长时间他却没有做任何反应，说明凶手是他绝对想不到会害他的人，到死他都不愿意相信。你对死人的想法倒是清楚得很。那当然了，死人跟活人可不一样，他们临死前想过什么，做过什么，都在他们身上摆着呢，比活人的心思好懂多了。那你从这死者身上还能看出什么？还有一点，不过我没见过死者被害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所以不能瞎说。我可以让你去看看，你可愿替我办这趟差事？愿意，当然愿意。王爷，你真的不知道六扇门吗？六扇门可厉害了，里面还有女捕头呢。我还以为天底下只有六扇门才收女人当差呢。你确定他没撒谎？我怎么听他满嘴胡话？我在王爷身边就是靠识人辨谎的本事混饭的。你就算是信不过我的人，还信不过我家传的本事吗？听说他是你从大街上捡回来的。是。什么叫大街上捡回来的？我是看中他跟王爷的缘分，是吧？看上了。我说真的。小的叩见王爷。什么人？起来。小的是福生客栈的伙计，那个丫头片子，她一个仵作跑到我们那儿住店就够晦气了，她居然还跑了不付房钱，她还留了个破石头，说什么要去参加3法司考试。这石坠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楚楚到底是什么人？这就是想骗人赖房钱。不是，我没想赖房钱。我一早醒来发现钱袋不见了，又急着去考试，就先把这坠子压在客栈了。我在桌子上写了字条，还按了手印呢。我一挣到钱就会回客栈付房钱，把坠子赎回来的。赎这么块破石头，你糊弄谁呢？这不是块破石头，我看你分明就想赖账。我没有。他欠了你多少钱？王爷明察，算上食宿再加上灯油蜡烛钱，共是37文。小的句句属实。廷议。谢谢。王爷，还有呢，他一个仵作。嘿，你还得寸进尺了你！哎呦，这位官爷，官什么爷？少卿。少卿大人，您想啊，这要是换作是您愿意睡仵作睡过的床，用仵作用过的碗筷吗？我愿意。啊，武将，你随他回去，告诉他们掌柜的，楚姑娘住的那间客房，本王长期包下来了，房中一应陈设，任何人不得擅动。本王得空便去小住几日。是，我倒要看看，什么排场的客栈，连个伙计欺客都欺到我3法司门前了。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小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钱小的不要了，小的告退。回来，坠子，还有他留的字条。走。官爷饶命！官爷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谢谢安郡王，我掏的钱。也谢谢景大人，等我挣钱了，我一定还给你。免了免了。这位姑娘想必就是今日仵作临考安郡王选中之人吧？恭喜！不是，还没出结果呢，我只是……周将军来此，圣上是有什么吩咐？哦，是这样，卑职在宫中巡防的时候捡到一串钥匙，想必是哪位大人散朝时不慎遗落，卑职就各个衙门询问一下。周将军这串钥匙是从哪里捡到的？宣政殿外廊下。那周将军就不用费心了，就算你今天跑遍长安城所有的衙门，也没人会认你。望景少卿明示。以你这么个问法，不一会儿朝廷上下所有人都会知道，有个官员丢了一串钥匙。这要是普通的房门钥匙也就罢了，但要是什么券房、库房、牢房的钥匙，谁承认谁就要倒大霉。这要是我丢的，我死都不会承认。对，多谢景少卿指点，末将告退。秦峦的这帮禁军狗，真的是哪有味道就往哪闻，也不怕呛着。王爷，那个坠子，你可以把它还给我了吗？既然这坠子对你这么重要，日后要仔细收好，莫要再随意交与旁人了。我知道了。恒郎，你失踪至今可还活着？你可知我仍在等你？明察秋毫，惩恶扬善，怎么看都像。你还在验我吗？对了，这是活血化瘀的药膏，我爷爷自己做的，可好用了，你快涂上吧。多谢，不必了。我知道你们都嫌仵作晦气，可是这瓶是新的，我没有用过，不脏的。怎么，这就反悔了？没有。你不嫌我碰过的东西不干净吗？我不是也被你碰过吗？当归、赤芍活血，川芎、蒲黄去瘀，乳香止痛，桃仁散结。对症。这个你都知道？略知一二。那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吗？你压在客栈的那块石坠，是何人所葬？他为什么要问这个？不能跟别人说的。你是不能说，还是不愿说？来看看，湖边儿，让出过去。停车，景逸，下去买张饼来。不用，我不饿，不用买。我饿。萧锦瑜往严府去了。是，除了景逸之外，他还带走了一名参加考试的女仵作。女仵作？还有女人去考仵作？我打听了一下，这名女子进京的时候，曾私下和景逸有过接触，也是报景逸的名号才得以参加考试的。哼，女人当仵作，拿女人做文章，倒像是景家的路数。一个景逸还不够，还要再塞进去一个仵作。哼，景致还真瞧得起萧锦瑜呀。景逸虽然精明，但毕竟是个养尊处优的纨绔公子，碰到死人的事儿，也难免会发怵。景致想在萧景瑜身边安插一个女仵作，
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属下虽没探出个究竟，但却发现另外一桩古怪。什么事儿啊？今日我见到萧景瑜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个石头坠子，他一看到我就立刻把坠子藏了起来。萧景瑜看那坠子的眼神，我能感觉出来，他很在乎那个坠子。听那女仵作说，那坠子是他的。石头坠子？什么样的石头坠子？扁平的，上面刻着花纹，像是一劈两半的其中一半，下面缀着青色流苏。呀，公公，您知道这东西啊？哎，你当真看清了？我肯定看清了，那青色流苏一看就不是寻常百姓家的东西，属下就多看了几眼，印象是十分深刻。这西平公主与萧恒的定情之物，怎会在一个女仵作手里？你放心，我必将她好好带回来。去！难道萧恒他得派人去西平公主那儿探探？据当日第一位发现死者的人说，他赶到这里的时候，死者就是死在这里。那发现死者的人没有动过这里的任何东西吗？他自称是没有。不是王爷，什么叫自称没有？就是没有。是景大人发现死者的。是。景大人，你是怎么发现死者的？叫声。当晚严明在前院设宴，为了炫耀他那个狼牙墨宝，谁知道他去取墨宝却迟迟不归。之后书房就突然传来严明的惨叫声，紧接着又传来一个武姬的惨叫声，我就来了。武姬刚一推门，便看到屋内惨状，惊吓地跌坐在门口。惊魂未定之时，景逸就赶来了，所以景逸便是第一个进门查看死者情况的。那名武姬和景大人都没有看到凶手吗？别说是凶手了，当晚连个疑凶都没查到。你看这儿，大片血迹，凶手身上指定是沾到血了吧？但是案子一发，我就立刻封府搜查，严府上上下下一人不多一人不少，但愣是连一个身上沾血的人都没找到。你说邪不邪门？此处血迹连贯，这匣子应该是死者自己拿出来，打开放于此处。死者被害的时候，墨宝应该已经不在匣子里了。难道是严明自己拿出来让凶手欣赏的？那墨宝现在在哪儿呢？既然这墨宝是严明自己拿给凶手看的，现在墨宝不知所踪，那就是凶手见利忘义，杀了严明，抢了墨宝就跑了。凶手倒未必是稀罕着墨宝。你怎么知道凶手会把这个藏在这儿啊？藏木于林，人就视而不见了。既然这凶手不是奔着墨宝来的，那他脏就脏了，何必藏它呢？他若不费这功夫，你还会在当日的证词上推测他是为了夺墨宝而杀人灭口的飞天大盗吗？听说严明死后，那墨宝不翼而飞了，不知安郡王查到什么没有？倒未曾听他说起过。严明因墨宝遭此横祸，现下说这话多少有些不妥，可那卷墨宝遗失，实在可惜了。学生愚见，严明遇害，倒未必是因为那墨宝。不为墨宝，还能为什么？若只为偷取墨宝，凶手大可不必伤人性命啊。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案发的地方已经让你看过了，你还从死者身上看出什么了？现在可以说了吧？我想试一试。你想怎么试？你能不能帮我当一下凶手？怎么当？你觉得凶手是怎么杀人的，你就怎么杀给我看；我觉得死者是怎么被杀的，我就怎么死给你看。好。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凶器，3尺长，麦秆粗，不对吗？杀人了！救命啊！你这是在做什么？我在当死者啊！
我想把墨宝拿出来请你欣赏，可是你手里却拿着凶器，我当然要喊救命了。你说的对，是我没想凶手所想。我们再来。请看。不对，还是有点说不通。哟，真有个洞，原来是这样挡住了死者喷出的血。要这么说来，身上没有血迹的人也有嫌疑啊。你说不对，哪里不对？我是想说，他的腰背没有在硬物上磕碰过的痕迹，不该是这个方向倒下的。但依血迹分布来看，是这个方向没错。那就是凶手像你刚才那样，赶在死者撞上桌子前抱住了他。凶手连人都杀了，还会担心他受没受伤吗？那你刚才为什么抱我啊？你就是凶手啊！楚姑娘，你要真这么较真的话，你刚才也没像严明那样高声喊叫啊。我不知道你到底听到了什么，反正那一声肯定不是他临死时喊的。为什么？看地上的血量，他应该是被刺穿了心脏上部，那里是心脏与血脉相连之处，瞬间被刺穿，人会因大量失血一下子喘不上气来，绝不可能大声喊出来。景逸，你确定当晚听到的当真是严明的声音？凶手喊的？若是如此，凶手就会阻止严明倒在书案上。什么理由？防止提前弄出动静，被人察觉。你可愿意我再试一次？愿意。凶手为了掩人耳目，伪造了现场。杀人了！杀人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们不是一个凶手一个死者吗？还差个舞姬，我就勉为其难当下舞姬了。当天晚上就是那样的。你既然已经办了舞姬，就没有发觉这舞姬有什么不妥吗？有什么不妥？这个舞姬从走进院中到发现死者，且需要一段时间，两声喊叫的间隔那么短，凶手的喊声响起来的时候，这舞姬必然已经在院中。凶手的轻功再好，这舞姬也不应该没有看见凶手。可是他杀完人为什么不赶快跑，还要在这干这么多麻烦事儿啊？对呀。陛下，严明一案，老奴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想说便说。这严明虽官居从六品，但好歹也是朝廷的命官。这案子一搁半个月，您都给下了最后期限。安郡王不但不抓紧查办，今日还儿戏到拿严明的遗体去当考题，简直是不拿圣谕当回事。如此玩忽狂妄，也怪不得群臣参奏。朕就是平日里太纵着他了，日落前若还查不出凶手，朕就罢免了他的官。当晚你可有立时对那舞姬搜身？搜了，但搜不搜都一样。那么轻薄的武艺，怎么可能藏得下3尺长的凶器？所以他将凶器留在了这里。这就是凶器。这都能查得出来？这舞姬在姬月寺应该接触过口疾艺人，一女婴访男婴虽不易，但喊这么一声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既然又没有凶器，又没沾到血迹，走了不就行了吗？干嘛还喊了2声？他在供词里说，他是想借着出来方便的机会，到后院来偷东西。经核查，他在离开之前向同来的舞姬打过招呼，还向一名严府的丫鬟问过路，但这些
不足以为他在案发时证明清白，他唯有将自己变成目击者，方可确保安全。我景逸居然被女人算计了。哎，不对，他偷什么了？你去祭月司拿住人问问，不就知道了？人偷了东西早跑了，你二发还不文书吧？倘若人还在呢？景大人怎么从窗户走了？陋习。王爷，你太厉害了，简直比玉面判官还要厉害。王爷，我还能跟着你办差吗？那你要有问必答。好，说出你的坠子。坠子？那你真的不是玉面判官吗？不是。玉面判官与这坠子的事有什么关系？除非你是玉面判官，否则不能说。方才那件案子还没有结案，还需要你上堂作证。在此之前，你不可离开长安，且需随传随到。王爷。楚姑娘，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我都不知道我丢在哪儿了，你在哪儿捡到的？你个傻丫头，包袱被人偷了都不知道。被偷了？谁偷的？就刚才，三法司门口讨要房钱那伙计。我看着那个人，不像是一个贼啊。你没有闻到你的包袱和那伙计身上有一样的味道吗？什么味道？是仵作才会携带的皂角苍竹的气味。他是酒楼伙计，自然不会用这些。你一直把包袱抱在怀里，他应该对你很重要。进店的时候，也不大可能将包袱交给伙计拿，所以最有可能的便是这伙计偷偷翻过你的包袱。你还真是什么都知道。不对啊，这不是我的钱袋啊！哦，不是，这是我的钱袋，可是这钱不是。这钱也是你的，这是为我办差的工钱，收好吧。啊，这么一会儿，这么多啊，给你当差也太好了吧？怎么了？王爷，这些钱是还给景大人的。好。派些人去跟着他，看看他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些什么人。是。还有，去把他原来的铜钱全数换出来。公主神鞭呐！你怕什么？你的血也配溅在本公主的鞭子上？不配，确实不配。干什么来了？啊，公主容禀，这盒中之物啊，叫做葡萄，是西域国进贡的珍品。我师父命我拿来。滚！公主，我师父他老人家的孝心，苍天可见。滚！走。哎呦！回去告诉秦鸾，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整天在圣上那里嚼舌头。安郡王也是他能诋毁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拿上你的东西给我滚！遵命，遵命。滚蛋！滚蛋！快！你这是怎么了？不是让你到公主府去探探消息吗？你看你弄这熊样，没探着啊，师傅。这西平公主她不是人脾气啊，上来一句话还没说呢，啪就是一鞭子。哎呦，师傅，我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可是我是师傅的人呢，他打我的屁股就是打您的脸呐。
什么？师父息怒，我不是这意思。没用的东西。哎呦，师父，您让我探听的女仵作，是不是怀疑她跟公主府那驸马萧恒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啊？哼，是那个女仵作与萧恒有什么关系？还是有人诚心让萧锦瑜认为那女仵作与萧恒有什么关系？不过，不管怎么说，必定有人见过萧恒，知道萧恒的下落。哼！只要摸清那女仵作的底细，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了。师傅，您那么在意那石头坠子，是不是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公主，调香费神，您歇歇吧。从前我什么时候弄过这些东西？要是有一天驸马忽然回来了，看到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非笑话我不可。公主，你们都是想让我相信他已经死了。可是他那个墓里到现在也只有一套衣冠罢了。我一天不见到他的人，就一天不会相信的。公主，奴婢也希望驸马爷能回来，可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若还在世，他与您那般情深，为何不回来见您呢？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不过，衣冠冢的事，切记不能让孩子们知道。是，尤其是锦瑜，他那个性子要是知道了，非得不管不顾的去找，绝对不能跟孩子们提这个事。长得好看，正直善良，会断案子，还肯招女人当仵作。这玉面判官呐，明察秋毫，亲切和善，嫉恶无仇，面如冠玉，让人一见就喜欢他。这不就是玉面判官吗？他为什么就不肯承认呢？都没做亏心事。大叔，大叔，出什么事儿了？哎，稀罕事儿，说是今天三法司破了桩雷劈起火致死的命案，这不专门贴了张告示，告诉咱老百姓怎么避雷了。我的天哪，这天雷还能劈死人呢？能啊，我今天还见着了呢。你见着天雷了？哎呀，不是，我是说，我今天帮着破案了，我亲手验的那个被雷劈死的人。你是仵作呀？哎呀，晦气！哎呦，哎！大哥，你没事吧？哪有你这样走路的？姑娘，你想撞死我呀？对不起啊，你没事吧？来，我帮你看一下。你怎么动手动脚的？大哥，你应该是摔伤了，我还是扶您去看看郎中吧。你倒是心善。不用了，姑娘，我家有药，没几步路就到了。那我扶您回去吧。好吧，谢谢啊。来，起来。慢点啊。王爷，参见王爷。这就是那名舞姬，对，还挺能跑啊。可是本公子追姑娘最累的一回了，带走吧。又被你猜中了，人果真还在祭月司里面练武呢。 王爷，这就是那名舞姬，对，还挺能跑啊。可是本公子追姑娘最累的一回了，带走吧。又被你猜中了，人果真还在祭月司里面练武呢。 又被你猜中了，人果真还在祭月司里面练武呢。 人果真还在祭月司里面练武呢。 还挺能跑啊。可是本公子追姑娘最累的一回了，带走吧。
哎呀，回回跟你打赌都是输，真没劲。别人拿了好东西都是养美人的，我这点圣上赏的全都归你了。不过有一点你失算了。什么？你说他是去严明那儿偷东西的，我在他季月司的住所里面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他在严明那到底偷了什么。再说了，当天晚上是我亲自搜的他，鞋子都脱了，你说他还能偷走什么？